在我儿时的印象里，就听大人说过关于降头术的可怕。这是一种神秘的巫术，可以害人，也可以救人。加上当年不少马来片、港片或泰国片都喜欢拍这类的题材啊，那些惊悚的画面让许多小孩都不敢在晚上上厕所。你试想象一下，夜晚中黑暗降临，一颗飞行的头颅缓缓向你飞来，这种情景就连现在许多的鬼片都望尘莫及。那么飞头降到底是真实存在，还是几十年前的都市怪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一探飞头降背后的秘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降头的起源有很多说法，但都和民间信仰或自然崇拜有关。古人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灵，如何透过一些做法与灵和睦共处，又或者新生其他念头驱策众灵以达成某些目的。降头可以害人，也可以救人，这都全赖于降头师的心念。所以有人下降，也有人解降。那么最常见的下降情节就是获取某人身体发肤的小东西，比如头发、指甲、唾液什么的，然后降头师就可以施法下降了。根据一些说法，下降者施法时会配以符咒、药水或用上蝎子、蛇等毒物。如果是华人的巫术，则是取对方的生辰八字写在一个小纸人的身上并念咒，也可以达至施法的目的。至于被下降头的人将面对不同的处境，有的人突然患上怪病，诸事不顺或遭逢血光之灾。比如很久以前我家乡的马来族群里就有个传闻，有位妇女因为某日从路上捡回一个物件后不久即全身很痒，不但抓破了皮肤，连头发都抓脱了。经过连日治疗无效后，没办法下，他只好求助马来巫师。巫师判断他中了降头，并请他的孩子带上几粒鸡蛋以供施法用。结果施法后，从蛋里发现了数十根生锈的钉子，之后妇女竟然不药而愈了。话说有点很有趣的是在各种吃降和解降的传说中，鸡蛋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。自小家人都千叮万嘱，不许我们随意把路上捡到的东西带回家，尤其是食物和玩偶。因为有一种说法是，由于玩偶的内在是空心的，所以可以被有心人藏降头，又或者很容易被邪灵附身在里面。然而在降头术里最狠毒的手法就是飞头降。通常有这种巫术的巫师只有在夜晚才会出来做法，白天与平常人没有两样。每当夜晚降临时，降头师的头颅就会以身体分家四处飞行，寻找胎儿和他人的鲜血吸吮。传说胎儿是由阴阳精血所凝成，吸食越多，不但能延年益寿，而且法力会更加高强。传说中修炼飞头降的降头师们颈部都有一圈红痕，眼睛眼白部位会出现异常的红血或者血丝，但实质上根本没有多少人见过这种高人，因为只有少数法力超强或天生异禀的人才能够修炼成功。也就是说，原本就濒临失传的降头术中，也仅有少数人有资格修炼，就算这种法术存在，也许也早已失传了。那根据网络上的资料显示在一开始修炼这个飞头降时，脱离身体的头部通常连带着内脏一起飞行。飞行原理是什么就不清楚了。那在头部脱离身体后施降者可以飞向目标人士下咒或者是恐吓，有说法指他们的下咒方式是向目标的耳边吹气。由于带着内脏这也成了他们的致命弱点。但修炼到一定程度就会免除这种烦恼，他们只有头部脱离身体，行动相对灵活许多。另外有说法指出，带着内脏飞行的修炼阶段，目的只是为了吸血，无论遇到什么生物，像是狗、猫或者人，全都吸。带着内脏是为了装满血液，天亮前必须要回到身体，否则就会化为一滩血水。
而当施展飞头降的时候呢，这些内脏就不需要跟随啦，行动变得更灵活。也有说法是，修炼成功之后的飞头降不需要再吸血，但需要吸食孕妇腹中的胎儿，所以降头时有可能可以选择带不带内脏离开身体。关键在于修炼时必须找到空无一人、不被打扰的地方进行，因为飞离后的身体呢是毫无防御力的，除非另外下降头保护。据说修炼需要经历7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需连续749天。传说修炼完毕后就能够长生不老，但至今仍然没法证实有人练成啊。据说飞头降曾经在马来西亚某个村落甚至华人社区引起恐慌，这种恐慌不是发生暴动那种，而是隐隐约约觉得它存在，但实际上你在害怕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。然而防御飞头降侵害也有很多方法，显然飞头的弱点就是其内脏，于是当年家家户户门前都有种植仙人掌或是荆棘，也有的安装这个铁丝网用以困住或吓唬飞头。尤其是带着内脏的飞头，如果被勾着了就无法离开，也不可能大喊救命要人帮忙解开吧。而如果是不带内脏的，也只能说有好过没有，至少能够防御。据悉呢，当时的大家在晚上的时候也尽量不把衣服挂在户外，以免惨遭下降头，那么穿衣的人就会中招了。曾经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一场灵异事物展览中，有展示一个飞头鬼的头颅，但可信度极低。另外呢，网络也流传一段视频，标榜降头时的头颅被抓着，只能说演技奇差无比啦，不值得一看。不但如此流传在马来社会中一个叫汉都本南嘎兰的冥鬼，被认为是难产身亡的孕妇所变成的。它也会以一个头颅的形象出现，而吃人类的秽物。据说它们散发奇异的气味，还能根据衣服气体跟踪猎物，所以本地一些马来居民都不会在晚上晾衣服。因此呢，有说法认为飞头降也与汉都本南嘎兰有关，但小南却不禁联想到金庸小说中的梅超风，因为错误修炼这个九阴真经中的九阴神爪而变成九阴白骨爪。或许飞头降原意并不是飞头，而是整个身体都飞翔起来，实际上是飞降，只是后来被误练成飞头。那不管怎样呢，科学昌明的今天每当人们提及这个降头之说，都会令人不寒而栗。还是那句话，信不信由你，但时刻我们要提醒自己，天大地大，我们所知的太少，也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。我想对任何事物抱持敬畏之心，也许是最好的防御之道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现在呢，我刚下班，所以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塞车哦。最近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希望大家可以的话，尽量就是少出门啦，要戴好口罩。即使有事情要出门也一定要严格遵守 SOP 哦。好的，唠叨完，说回正事，就是近这几期小南的悬案影片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收音的那个质量有比较好呢？如果是发音问题的话呢，还是要给一点时间我去继续努力改进的啦。因为现在也是戴着牙套维持器的关系嘛，所以呢，有些咬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标准啦。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哈。还有一些观众也是觉得我的语速比较慢的话呢，那你们就可以调快这个影片的速度啦。OK，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